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小雪，怎么这么久？亲戚们都等急了，饭好了没呀？大门依旧大敞，又有几个陌生的面孔在好奇地窥视，而我身穿一件轻薄的短袖，我就这样出去见客。我缓缓站起，露出纤细的腰肢。婆婆急忙将公公拉到一旁，略带责备的嘟囔：“穿这么少出来，也不怕人笑话。”说完，她砰地关上了大门。客厅里，电视机的声音震耳欲聋，伴随着亲戚们的欢声笑语。我拿起手机，给老公发了条信息：“你妈突然袭击，带着一堆亲戚来了。”老公应该是在开会，回复得很简洁。他们可能想我们了，顺便看看我们的生活。我们才结婚2个月，能给他们看什么？我捂了捂隐隐作痛的肚子，心情愈加烦躁。我老公任旭之，一个备受尊敬的医生，不仅医术高超，还长得一表人才。他就是有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，他的家人公婆总是自作主张，不仅常来我们的新家，还经常带些亲朋好友来参观。一想到我新买的精致地毯被踩来踩去，我就感到一阵心痛。我立刻打电话给家居安全公司，请送一个最新型的智能锁过来，最好是带指纹识别那种。婆婆在外面不停地叫我，语气里满是不耐烦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心情，然后走了出去。客厅里除了姑姑一家，姨妈一家也来了，一屋子人，热闹非凡，仿佛在开家庭聚会。只有我觉得格格不入。看到我出来，婆婆一把拉住我，大声夸赞：“看看小雪这身材，以后肯定能生个大胖小子。”我的脸一下子红了，尴尬地拉了拉衣领。她还在继续：“这么好的身子，我孙子以后肯定有福。”众亲戚哄堂大笑，我却感到无比尴尬。我转身回屋，拿了个小行李箱，开始默默地收拾东西。婆婆似乎没察觉到我的不快，还在不停地提要求：“小雪，上次那个大闸蟹真不错，再去买点回来，给我买的。”她还真会想。我头也不回地说：“好啊，一会我让旭之网购一些送到您家。”她高兴地答应了，但随即反应过来：“哎，不是我家，是你家呀！”我回过头，冷冷地看着她：“您还记得这是我家呀？”一向热络的婆婆一下就炸了，拦着我装衣服的手挡在了我面前：“你说什么？这是我儿子的家，就是我的家，以后我还要在这养老呢。”刚想说话，门铃响了，婆婆以为是榴莲来了，忙不迭去开门，没想到外面站着的是开锁师傅。我拿着房产证给他确认，然后挑了个最贵的锁：“换吧，钥匙给我就行。”客厅突然安静，婆婆挡着开锁师傅：“这锁还是好的，你换它干什么？”“好的，你们怎么还能进来？”婆婆一个耳光啪地甩了过来：“给你脸了，谁教你这么说话的？”小姨上前来拦：“小雪，妈妈也是想你们，才来给你们做饭的，你快点跟她道歉。谁家的亲妈恨不得睡儿子床上啊？谁家亲妈打女儿屁股，还当众讨论我能有哪位孙子？老儿不要脸，那是坏。”被公公挡在一旁的婆婆指着我的鼻子：“也就是我儿子看上你了，要不然你休想登我家的门。”“谁的家？”我一脚踹开了家门：“滚！哪个媳妇受得了你，你就去找谁。”买来的菜被我接二连三地扔了出去。亲戚们一看情况不妙，低着头走了。婆婆也被公公拽着出了门，在楼道里还在喊：“我现在就叫我儿子跟你离婚，谁怕谁！”这日子我真的是过够了。结婚前，任旭之千依百顺，住在一起才发现他呼噜声震天，根本没法一起睡。公婆还催孙子，
我真的要抑郁了。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刚睡着又被吵醒。这个月被迫迎接亲戚4、5次了，跟他反映了无数次，都是今天干得漂亮，直接一步到位。开了附近的酒店，又点了外卖，还没吃上，就接到了任旭之的电话：爸爸在咱家心脏病犯了，你不管不顾，竟然连个救护车也不给叫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又是你妈说的，那我被他打了一个耳光，他给你说没说？我一口一个大草莓，米线可乐炫的欢乐。任旭之没料到这一茬，尴尬的咳了一声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来一趟医院吧，老公的面子还是要给，就是不知道他自己上不上道。都晚上9点了，他端着碗早就坨了的面蹲在楼道里吃，见我来了，往里面指了指：爸妈在路面，你好好道个歉，这事也就过去了。道歉？我脑瓜子嗡嗡的，但还是耐下性子。道歉可以，得让你妈先给我道歉。王小雪，你别闹了，自从咱俩结婚，吵了多少次了？消停过日子不行吗？行啊，我插起双手，就咱俩，没有别人行吗？能不能不接待我不怎么熟悉的亲朋好友？能不能不在我休息日正睡觉的时候把人叫起来？能不能提前打个电话再来，而不是直接就进来？任旭之不说话了，这就是态度了。他知道自己父母做的不对，但是无法拒绝，转身要走，突然袖子被抓住，一声凄厉的女声颤抖着叫着我的名字：小雪。这次是妈不对，你看在爸爸都被气进医院的份上，不要生气了。只要你能跟旭之好好过，我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呢？还有什么不能忍？我挑了挑眉：妈，你当着亲朋好友的面打我一个耳光，我去验伤了，看在旭之的份上，我就不报警了。不过检查报告我还留着呢，最近一段时间我得好好休养，可能接待不了您跟爸爸了。茶言茶语谁不会？只见老太太倒抽了一口凉气，都是千年的狐狸，大家别装了。她眼神闪烁，看着儿子，眼泪又滴下来一滴。我以后不去打扰你们了，给你们2人世界。只是奶奶没人照顾了呀，老公的长辈就剩下了奶奶这一位，岁数不到80，在儿子家跟女儿家轮流住着。婆婆年轻的时候跟老太太不对付，没想到为了对付我，把这个烫手山药送来了。老公一口应承下来，行，奶奶抚养我长大，在我这住2天没问题。哼，问我了吗？扭头就走，反正不是我奶。老公却拉着我絮絮叨叨，给我奶买床新被子，把客房收拾出来。我白了他一眼，自己去买。在酒店睡了个昏天暗地，却被任旭之的电话吵醒。小雪，客房怎么没收拾？奶奶都来了，你怎么不在家呀？买菜去了。买菜？我又不会做饭。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家里不对劲，你衣服化妆品怎么都没了呀？你回娘家，奶奶一个人在家怎么办？那不是还有你呢吗？我来酒店住2天，该说不说，任旭之虽然说话扭捏，但是行动力超强。安排好了老太太，转身就来敲响了我的门，大手揽着我的腰。哎呀，媳妇都瘦了，被气的没死都算是命大了。看见了我桌子上的垃圾食品，整个人的脸拉得老长。你在备孕呢，吃这些垃圾食品干什么？对孩子智商不好。白了他一眼，怪不得你智商也不咋高呢。他却听不懂，忙着收拾我的行李。快回家吧，妈妈说以后都不来了，让咱们好好造大孙。说得轻松，他是不来了，把你奶送来了。你孝顺，别拉上我好不好？我奶从小养我长大，再说她也住不了几天，下个月就去姑姑家了。被老公一阵软磨硬泡带回了家，却发现我客房里的枕头、被子、睡衣全都跑回了主卧。奶奶慈祥地在看电视，
看见了我，拉着我的手，让我早日给他生个重孙子。你孙子的呼噜声都要把我送走了。我一面答应，一面把任旭之的被子抱到了沙发上。以后主卧我睡，客房是奶奶你睡，他就睡沙发吧。没想到一向温和的奶奶不高兴了，抱着被子又扔回了主卧。你们小夫妻刚结婚，分什么房？分房我什么时候能有重孙子？虽然不高兴，但是看在老公挤眉弄眼的份上，我暗暗打算着晚上再把他的被子扔出来。没想到熬到了晚上11点，老太太依然不睡，问就是不困。老了觉少，开着电视闭着眼睛，关了电视就说自己还没睡。我直接被逼疯。任旭之一秒睡着，左耳听着他的呼噜声，右耳听着电视声，又是一夜无眠。这样的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。凌晨5点，我就踹醒了睡梦中的他。你现在立刻收拾东西，带你奶回家吧，好不好？你们2个过吧。我薅着头发，却被他按倒。这才几点？我们再睡一会吧。也许是听见了我说话，奶奶砰砰砰的来敲门。旭儿，别睡懒觉了，来吃饭吧。一看表，竟然才5点半，神他妈吃早饭不吃！老太太锲而不舍，我做了你最爱的酸菜饺子，真不吃？不吃，我给你们冻起来了哈，在冰箱第2层。咦，保鲜袋在哪里呀？小雪忍无可忍，一晚上头发掉了10几根。客厅里，奶奶吃着蛋糕，看着电视。奶奶，蛋糕是哪里来的？那个蛋糕是经典的天鹅形状，一看就价值不菲。而奶奶拿着勺子，已经吃了大半个，见我打量，还往里推了推。别人给的，来这里才1天，谁能给他价值几千块的黑巧蛋糕？凑近一看，竟然还有名字。想起了昨天晚上小区群里有人蛋糕丢了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一巴掌拍起了任旭之。他睡得正香，被我打醒，十分不满，挑着眉头。你干什么？小区群里昨晚丢了个蛋糕，而这个蛋糕在我们家桌子，奶奶正在吃，吃了就吃了。她年纪大，估计也不懂，发200红包得了。我悠悠地吐出一句：人家那是定制的黑巧蛋糕，几千块钱呢，有专人送上门，怎么可能在我们家里？老公的眼睛瞬间瞪大，那我得尝尝去，这都是什么人？任旭之，亏你还是高校老师，人家的蛋糕莫名其妙出现在我们家里，那不是偷，人家可以报警的。果不其然，一大早警察就敲响了门，看见桌上快吃完的蛋糕，也十分无语。这个时候，奶奶耳朵也聋了，思路也不清楚了。警察一问3不知，过生日的邻居拿出了票据。这个蛋糕5200，放在1楼大厅里，几分钟就没了踪影。那我可不能赔，放在那里的，我乃以为是不要的呢。现场的人全都倒抽了一口凉气，他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？你这个行为是偷，警察有权利抓你们的。邻居也是有素质的人。奶奶直接站了起来，抓我走吧，我今年79了，出个什么事你也不用签了。警察连连后退，抓老太太显然不现实，只能收了任旭之的200块钱，生气的走了。一转身，2个人还在分享那个黑巧蛋糕，蛋糕还剩最后1口，他捏住我的嘴，塞了进来，也没有多好吃。等我晚上给你买楼下蛋糕店的，那才是小时候的味道。我却觉得一阵黏腻，恶心的说不出话来，一口都吐了出来。挺贵的东西，你吐了干什么？任旭之捂着嘴，连连后退。奶奶却满眼冒金光，丫头，你是不是怀了呀？怀了，走走走，我们上医院去查查。她拉着我的手，我却一点不快乐。如果真的是我们的宝宝来了，我得想想要不要他。媳妇你躺着，
以后你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我保证你是家里最大的。躺在床上，只觉得头晕目眩，没有胃口，一直想吐。直到婆婆又拿钥匙开了门，上来就给了我一个拥抱。小雪啊，亲戚朋友都来了，听说你怀孕了，我们都开心的不得了。我今晚给你做点好吃的。公公站在客厅，手里拎着黑色的塑料袋，黑色的汤水一滴滴地滴在了我白色的地毯上。我头疼的不行，只能在沙发上躺着，鼻子里传来了姑父身上的烟味，姨父身上的酒味，整个人的脑壳要爆炸。鱼虾加炖肉，没有一道清淡的素菜。我啃着根黄瓜，想要下餐桌，却被任旭之一直拽着手。亲戚都是来祝贺你的，你走了像什么样子？我翻了个白眼，真祝贺我，就赶紧回家，别让我吐他们一身。公公今天显然喝高了，完全不顾及自己刚刚出院的身体。他举着酒杯开口就是：钱我都准备好了，我的孙子一定得住最好的月子中心。亲戚纷纷举杯恭贺。婆婆轻轻拉了拉她的袖子：去什么月子中心？有我都不用月嫂。姑姑也连连点头：咱们老任家的子孙一定兴旺发达，酒足饭饱。亲戚都纷纷离开。姑姑拉着公公窃窃私语：哥，我家大强30多了，还没娶媳妇，彩礼还差20万，你给拿点。公公拍着胸脯：大强就像我亲儿子一样，我怎么能不给他？婆婆却不乐意了：那是我孙子月子中心的钱，我们还哪有多余的了？说着还用手拽了拽公公的袖子：我跟我哥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姑姑也不甘示弱，身后还站着儿子大强，3个人只有婆婆成了外人。她眼泪当时就掉了下来：行啊，你们一家人欺负我，以后也别想让我同候你妈一天。我一个嫁出去的女儿，什么时候不管老太太了？倒是你做儿媳妇，什么时候管过老人？我哥娶你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谁也不肯示弱，撸着袖子就要动手。公公拦在2个人中间，说话的气息越来越弱，砰的一声，竟然2眼一黑，晕倒在地上。老公，哥！任旭之扑在地上，搂着公公不撒手。我在角落有气无力地给救护车打了电话，眼看着公公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了。姑姑扑在地上嚎啕大哭：哥，你别生气了，嫂子也不是故意的。句话惹毛了婆婆，婆婆直接一个花瓶扔了出去：你哥有心脏病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看你就是想气死他，然后借我们的钱可以不还了。2个人你来我往，丝毫没有注意公公越来越青紫的脸色。等救护车来抢救，人已经断气多时了。任旭之抬起了猩红的眼睛，狠狠地盯着姑姑：我父亲已经死了，姑姑跟我以后不用联系了。公公去世，婆婆的身体顿时不好了，连带着姑姑也不声不响地消失了。唯独还在的是依然乐观的奶奶，现在变成了我的奶奶，每天做饭洗衣，偶尔还陪老太太散步。旭之，我还怀着孕，不能照顾你奶奶了，你看看让姑姑接过去看几天。没想到姑姑的电话直接就无法接通，表哥倒是接了，张嘴就在云南，还神神秘秘地说娶了外国媳妇就回来，拐一个越南媳妇，那不是犯法吗？任旭之却丝毫没有注意我说的话，叹了口气，跟我商量：妈妈身体也不好，而且跟奶奶也不对付，还是在我们家住着吧。那是你的奶奶，不是我的奶奶，我没有赡养的义务。要不然你就带着奶奶回家，要不然我回娘家。她却不耐烦了：你怎么从来不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呢？你没有想过我有多难吗？你有多难？有我难吗？带着肚子还得伺候你奶，我是你家保姆吗？桌子让我拍得震天响，
任旭之薅光了头发，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这家人我算是看透了，拎着包打算回娘家，却被他紧紧地拉住手臂。你怀着我老任家的孙子，还想去哪？去哪？我靠在门上，一字一句地质问。怀孕3个月了，孩子的奶粉、纸尿裤、小床，你想过一样吗？任旭之，你根本不配当一个父亲，你只想自己。听到了父亲这个词，他整个人情绪激动了起来，手握着我的手腕越来越紧。我不配，你想找别人给他当爹吗？思想就是那么的狭隘。我不能打掉他吗？一滴泪从任旭之的眼角落下。你不愿意给我生孩子，你从来没有爱过我吗？这帽子扣得太大了。我奋力挣脱，想要开门，却被他狠狠拉住。再用力，他却忽然松了手。砰的一声，我直直地倒了下去，膝盖都磕出了血，肚子绞尽一样的疼，整个人都失去了意识。昏迷之前，我看见一整天在睡觉的奶奶站在门后，笑得慈祥。他们这家人狠狠地算计了我，心如死灰地躺在床上。我的父母埋怨着任旭之没有照顾好我，他不停地在道歉，手脚勤快。我突然就笑了，这样的人什么时候真的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呢？拉着他的手，我内疚地看着他的脸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跟你吵架的。父母一脸的错愕，我的心里一阵恶心，表面却还绷着笑容。任旭之摸着我的脸，小雪，你别怕，我们还会有孩子的，这次是意外。意外？你意外松手，门下面意外倒了油，正好我跟你没有什么纠葛了，剩下的都是你们欠我的。好啊，婆婆呢？我想她了，我们把她接来吧。我心中酝酿着一出大戏，老公不知道，还以为我是真心想婆婆了，欣喜的连连点头。我的心里乐开了花，你们一个也别想逃。离开家几天，门口的油渍已经被清理干净，拿棉签刮一刮，还是能看见淡淡的黄色印记，是家里的食用油，瓶子里少了半瓶，看来老太太倒了不少。也是，我生了孩子，她就不能住在我家，享受我的伺候了。重孙子跟她之间，她选择了自己。我笑着跟奶奶打招呼，另外一只手亲昵地拽着婆婆的手。奶奶，以后我跟妈妈一起来照顾你。奶奶笑容僵在脸上，还是点了点头。婆婆却是一点面子都不给。我是来伺候你小月子的，可不是来同候当年她给我吃过什么的。我的心里哈哈大笑。任旭之扶住了婆婆的肩膀。我小时候都在奶奶家长大，你不是忙事业去了吗？哪有时间管我？这几句话当作笑话说，本来想调节矛盾，没想到却扎了婆婆的心，一把甩来了她的手。你是我儿子，你怎么向着他说话？我不赚钱，你能长这么大？奶奶惯会装柔弱，一边抹眼泪，一边频频摇头。我老了，谁也不要我了呀！我去死吧！看戏真是舒服。我盖着个小毯子靠在沙发上，心里暗暗给自己比了个赞。死去啊！你儿子都死了，你怎么还不死？婆婆发了疯，开了门就要把奶奶往外面推，见任旭之拦着，直接把奶奶的被子扔了出去。任旭之拽着婆婆的衣袖，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老不死的，多大岁数还赖在孙子家，孙子没有养你的义务，你今天就滚，上你女儿家。大门开着，大强直接进来了，见到正在吵架，忙着打哈哈。婆婆冷眼上下扫了一遍，又来借钱，你就都死了，休想从我家再拿1毛钱。大强30多岁，却满脸堆笑，舅妈，我不是来借钱的，我是来送钱的。还有这样的好事？公公死之前不知道帮衬了这个侄子多少，没成想他还有这个觉悟。他掏出2张纸，郑重其事地给婆婆讲起投资。我掩着嘴笑，这是暗借不成？
改名抢了。婆婆越听越不对劲，挣扎着就站了起来。你今天就写个欠条，你就虽然死了，但是你欠的钱1分钱也别想跑。她却步步后退。舅妈，舅舅才死，你说这个话可难听了吧？还钱，还钱！婆婆怒不可遏，却被大强一把推开。我不欠你们什么，那都是我舅舅给我的零花钱，让我娶媳妇的。什么？不还钱？婆婆拿出了一大把欠条，横着脸，我可是有欠条的。大强却混不在意。您仔细看看，那欠条写着我的名吗？那都是我妈的名，可是我妈也没收你们的钱啊！你去告我还是告他？原来是在这等着呢，怪不得每次姑姑都说我来写欠条，算是我借的。公公把钱给了大强，现在想要，却1分钱也回不来了。婆婆知道钱都打了水漂，整个人嚎啕大哭，恶狠狠地看着老太太。那你把她领走也行。坐得稳当的奶奶一听见点了自己的名字，连忙低头，装作没听见。婆婆一只手往前一拽，奶奶直接踉跄地摔在了地上。奶奶！任旭之满脸的心疼，却也知道今天不把奶奶送走，亲妈是不愿意了，只能跟表哥求情。哥，你让姑姑看几天，我过几天去接奶奶。谁知道她溜得倒快，边跑还边喊：你见过谁家女儿还伺候老妈的？再说接回家，我爸也不让。这下老太太成了烫手的山芋，谁也不要。任旭之看着我两手一摊，要不送养老院？养老院？奶奶有儿有女有房子，怎么就沦落到住养老院去了？我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说了一句，婆婆却抢着发声：怎么不行？我又要伺候你媳妇，以后又要伺候你孙子，难道还要伺候老太太？奶奶紧紧拉着任旭之的手，想哭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奶，你别哭，我跟你一起过，我伺候你。没想到患难还见了真情了。任旭之拉着奶奶的手，整理着地上凌乱的衣服。婆婆挡在门口，今天你休想走，走了就不是我儿子，要不然你就从我身上踩过去。她两头为难，只能看着沙发上脸色苍白的我。要不你让奶奶卖房，然后给她找个保姆租个房子，这无疑是最能解决办法的了。可是任旭之却不同意。奶奶的房子卖了，姑姑跟大强会来分钱的。婆婆却拍板，就这么定了，立刻找中介便宜卖了。你姑姑敢来，我就拿菜刀剁了她，有利可图。婆婆看着奶奶也顺眼多了，饭也做了，洗脚水也端了，还在网上看起了保姆价格，美滋滋地幻想着把全家的饭都做了，她可以去跳广场舞了。我在床上躺了几天，婆婆端着水果凑了过来：小雪，生孩子多累，我给你出个好主意。看着她神采奕奕的脸，我心中一阵冷笑。那怎么能不累呢？你一家的3表妹18了，半大姑娘不想上学了，你认干女儿怎么样？以后你还有人养老送终，真是打得好算盘。你儿子能同意？堂妹直接变女儿了。她拍着我的手，只要你同意，我先让她来家住几天，给你伺候小月子，你们培养感情。呵，这就要领家里来了。只是这干女儿是不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反正一切都要跟我没有关系了。点了点头，婆婆搂着我亲了又亲。晚上难得喝上了鸡汤，看着含羞带骚的干女儿，我的心里一片冰冷，还是耐着性子开了瓶上好的茅台。今天是好日子，大家多喝几杯。婆婆喝着小酒，脸上飞着红晕，连带着任旭之也高兴得找不到北。媳妇，明天奶奶的房子就过户了，我们就能拿到钱了，到时候剩下的都给你。我伸了伸懒腰，明天真是好日子啊！我的小月子也做完了，
沉沉的睡去。半夜却听见了奇怪的呻吟声，外面沙发上睡着任旭之和畜生啊！家中摄像头录下了一切，我实名举报给了任旭之的学校，然后拎着行李离了这个待了2个月的家。没想到还没到中午就接到了电话：小雪，昨天我喝多了，你怎么能不跟我商量就举报到学校去呢？现在我被开除了。我冷笑着，丝毫不掩饰语气中的讥讽。任旭之，你难道不知道那个是你的亲表妹吗？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，然后传来了咆哮声：你要是不举报，谁会知道？现在你满意了，我被开除了，你高兴了是不是？他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我却不耐烦地挂断了电话，站在火车站的广场上，只觉得一身轻松。父母赶来的时候，我正坐在花坛上吃雪糕，爸爸接过了我手中的行李，妈妈搂着我好一顿哭，我却笑着安慰她：妈，我自由了，应该高兴才是。当天下午，我们就坐上了回家的动车。据说后来任家因为表妹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，表妹的父母，也就是我的一根姨父，直接闹到了任家。看着2个小的衣衫不整的样子，姨父直接动了手。任旭之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婆婆也挨了2巴掌，唯有那个小姑娘一直哭，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后来经过检查，她竟然怀孕了，姨家直接提出了5万块钱的赔偿，然后带着表妹去打胎了。婆婆却是个不肯吃亏的，直接找上了门，却被姨父的弟弟打了出来，2家人算是结下了梁子。至于后来任旭之怎么样，我就不知道了。离开了那个城市，我回到了父母身边，找了份简单的工作，日子竟然比结婚那阵还要轻松快活。父母拿着我的八字去合婚，算命先生连连摇头：此女不宜早婚，晚婚才能幸福。这些迷信的东西，我本来是不信的，可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，却又不得不信。我跟任旭之认识了3个月就闪婚了，本以为是一见钟情，没想到却是个火坑。回到家的半年，父母托人给我介绍了不少的男朋友，我却一个也没去见。直到妈妈生病住院，隔壁床的小伙子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他细心地照顾着自己的母亲，是个孝顺的人。他也注意到了我，休息的时候偶尔会找我聊聊天。知道他叫陈亮，是名初中老师。这次母亲生病，他特意调了课来陪护。陈亮比我大3岁，却因为一直钻研学业，耽误了找女朋友。现在工作稳定了，家里人开始催婚了，我跟他竟然莫名的契合。在双方父母的同意下，我们尝试着交往。他真的是个细心的人，会记得我爱吃的零食，出门会牵着我的手，下雨会往我身边倾斜雨伞，一点一滴都是任旭之从来没有给过我的。1年后，我跟陈亮订婚了，双方父母坐在了一起，谈论着结婚的事宜，一切都那么美好和顺利。晚上，我靠在陈亮的肩膀上：你以后会对我好吗？他弹了弹我的额头：真是个小傻瓜，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啊？说着话，他的手却不老实起来。我脸颊微微发热，瞪了你一眼，假装生气地转过头去，你却从身后环抱住我，轻声地在我耳边说道：我一定会是个好老公的，我们要生好多好多孩子。结婚后，我们真的有了2个可爱的孩子，一儿一女，凑成了一个好字。陈亮是个好老公，也是个好爸爸，只要他在家，就会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，晚上也会给孩子讲故事，哄孩子睡觉。我时常会想，如果当初没有离开任旭之，现在是不是也会过上这样的生活？可是我却从来不后悔。一个连自己亲奶奶都不管的人，又能承担起什么责任呢？现在的生活我很满意，有爱我的老公，
有可爱的孩子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人总要往前看的。晚上我靠在陈亮的肩膀上，只觉得岁月静好。老婆，我爱你。突如其来的表白让我脸颊微微发热，瞪了他一眼。我假装生气地转过头去，陈亮却从身后环抱住我，轻声说道：“小雪，我会爱你一辈子的。”一辈子太长了，可是此刻我却愿意相信他说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幸福的，我坚信。后来我听说任旭之去南方打工了，他的母亲因为急性脑梗住院了，却没钱治疗，他到处借钱，却没有人愿意借给他，因为他的母亲是个有名的恶婆婆，任旭之也是个没有责任心的男人。当初他拿着奶奶卖房的钱，并没有给我一分，而是买了辆车，带着表妹私奔了。可是表妹的父母却找到了他们，把表妹带了回去。任旭之人财两空，还背负了骂名。现在他的母亲生病了，他却拿不出钱来治疗。这些都是听老邻居说的，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只是心里却没有一丝波澜。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。我跟陈亮带着孩子们去公园玩，看着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，我只觉得岁月静好。妈妈，你看我跑得快不快？儿子跑过来邀功，我摸了摸他的头，真快，但是不要摔倒了哦。女儿也跑了过来，妈妈，你看我的花环好不好看？她头上戴着用野花编织的花环，看起来像个小仙女。我亲了亲她的脸颊，真好看。我的女儿是最美的小仙女。看着孩子们的笑脸，我只觉得一切都值得了。过去的伤痛已经过去，现在的我拥有了幸福的生活和可爱的孩子。任旭之，愿你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吧。老婆，你在想什么呢？陈亮走了过来，从身后环抱住我。我摇了摇头，没什么，只是觉得现在很幸福，我们会一直幸福的。他在我耳边轻声说道。我点了点头，靠在他的肩膀上，看着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。岁月静好，现实安稳，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